他是全美国最硬核的少年，看到有人欺负女孩子，他就用车锁把那人锁在大树上揍一顿，再用铁棒砸碎他的爱车。在学校里，同学看到他就像见了鬼一样害怕。可打开柜子的维恩发现自己的武器不见了，于是他来到校长室，校长正在教育2名出名的小混混。维恩让2人立刻出去，校长很没面子，说我的地盘还轮不到你下命令。2人犹豫，却看到维恩慈祥的眼神。No disrespect, but that crazy fool will come to my house. You won't. Why do I even bother? Get out of here. 然后2人就跑了，校长也无奈，他表示维恩应该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不要再惹是生非。虽然维恩答应的挺好，然而刚出门就看见好朋友小黑被欺负，他面无表情的径直走了过去。What the hell was going on down there? Wayne, we just talked about this. Hello， 大家，我是约翰，最爽美剧维恩为你献上。小黑是维恩仅有的一个朋友，面对朋友被欺负，维恩肯定不会袖手旁观。刚回到家里，房东就守在门口，说再不交租就将他们父子俩赶出去，甚至还羞辱他重病在床的父亲。维恩直接丢出了手里的零食，然后维恩头也不回的进屋了。这时有人敲门，他以为还是房东，大声叫喊着打开了门，原来是个卖女孩的小饼干。饼干妹妹吓了一跳，为了补偿她，维恩邀请她上楼坐坐，还说给她表演一手绝活。妹子都看傻了，维恩问她有没有男朋友。 Not really. Want me to be your boyfriend? 戴尔表示只要维恩买他的饼干他就同意，于是维恩把父亲珍藏50年的美女杂志全都卖给了小黑。他拿着钱来到饼干妹戴尔家，2人也是情投意合，吧唧就是一口。原来饼干妹的父亲是一个恶棍，每天领着2个傻儿子到处惹事。就在2人聊得火热时，真如戴尔所说，他的父亲抢走了卖饼干的钱，然后将戴尔抓了回去，还命令2个傻儿子将维恩一顿胖揍。可他们不知道，维恩的报复即将到来。晚上的维恩回到了家，却发现父亲因为癌症晚期命不久矣。临死前，父亲留给维恩一笔钱和一张照片，告诉他照片上的女人就是自己的母亲。而他在维恩5岁时，开着父亲的跑车跟别的男人跑了。看着手中的照片，维恩做了一个决定，他要替父亲夺回跑车。于是他骑上了自己心爱的小摩托，来到了房东家。维恩递给了他一个信封，那房东还以为是房租，结果打开一看，竟是满满的祝福。Oh, you think that's fucking funny, you little prick? I'm gonna throw your dad's sick ass out now! That's my retirement, you motherfucker! My house! 维恩直接把父亲的遗体和房东的房子烧了，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这里。然后维恩来到戴尔家里，2个傻儿子完全没有察觉。What the fuck? You wanna go to Florida with me? I need a bikini. 这时2个傻儿子听见了楼上的声音，然后维恩推出电视机，他拉着戴尔走了出来，可被外面的父亲发现，2人瞬间展开肉搏。身材瘦小的维恩慢慢占据了下来，可维恩上来就是一口。就这样，2人踏上了征程。而维恩父亲的跑车已经被继父送给了亲儿子。等他们到了一处歇脚地，2人你侬我侬的谈着恋爱。看到戴尔选了个咖啡，维恩也有样学样，可喝了几杯都觉得像尿。这时戴尔突然跑进了卫生间，说自己亲起来了，现在急需要卫生巾。不料硬核少年维恩直接尴尬住了。他来到第1家店，看到有人后直接转头，又来到第2家店。Welcome to health, right? Just looking. 来到第3家店，店员一眼看出了维恩的尴尬，就问他情况糟不糟糕。 I need to know if you want to bring back the right ones. She said it was like a Saw movie. Super Plus it is. 这时，店员的男友来找麻烦，一句比一句难听。维恩这暴脾气可忍不了，他来到收银台。I'll also take that bike lock and that aluminum bat. I'll fucking kill you! Dad, my baby! Please! I'd like to return this bat. 一番折腾，维恩回到了戴尔这边，可他已经消失不见。维恩只能独自一人等候。可突然他在窗外发现了戴尔，追上去的维恩被大骂一顿，因为他去了太长的时间。戴尔以为自己被抛弃了，他对维恩实在没有一点安全感，说着饼干妹就走了。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的维恩回到店里，一个人借着咖啡消愁。这时店员过来加咖啡。 No, What? Shit, didn't that hurt? I haven't tasted anything worse than coffee. But you drank 3 cups earlier. Oh shit, you got it bad for that bitch. 无奈维恩只能回到营地，可发现2个小混混在他的帐篷里乱翻。下一秒，维恩一个大跳来到他们面前，2个小毛贼直接怂了，并夸赞维恩的外套真好看。维恩二话没说就把外套给他了。他俩听了维恩的遭遇后，一致劝他去把戴尔追回来。可那摩托车已经没有，而从这走到汽车站得30分钟。那时小饼干的列车早就开走了。2人说附近有一条近路，可那有一个看守，名叫老狗，专门抢劫那些走近路的人。维恩可不怕这事，他直接来到近路，可对方早就守在这里了，端起猎枪就要打劫，因为这片农场就是他的私人领地。可维恩不慌不忙，直接掏出小锤要和他大战800回合。I'm about to light you up, boy!
然后就挨了一枪。苏醒后的维恩得知，原来那猎枪里只是盐弹，维恩只是擦破了点皮。老狗差点被维恩这小子逼疯了，没见过这么傻又这么刚的人。这时老狗女友回家，说快点解决事情吧，不然老狗又要进监狱了。老狗并不想杀人，他觉得维恩只是孩子，而且挺有饭的。女友听完掏出一把匕首，说他们玩个游戏，赢了就放维恩回家。1, 2, 3, go！ 维恩看着狗女匕首玩得越来越快，还避开了手指。Your turn。接下来轮到维恩，他毫不犹豫地拿起匕首就要插，突然门被一脚踹开，饼干妹戴尔提着电锯走了进来，看着眼前的景象，两人根本没把戴尔放在眼里。Come on, you don't even know how to start that thing. Now I'm gonna cut your dick off! No, wait. I didn't get my turn. 俩人瞬间吓傻，然后戴尔扔出电锯，瞬间将老狗的狗爪锯掉，而他慌乱中打碎了熔岩灯。俩人就这样趁乱跑了出来。维恩好奇戴尔是怎么找到他的，这才得知原来就在刚刚，戴尔在路上碰见了穿维恩外套的毛贼，通过毛贼才得知维恩被人绑架的事。维恩很是感动，来到超市后还推了一整车的卫生间，就为了对自己喜欢的人道歉。最后两人也重归于好，戴尔偷偷的流下了开心的眼泪，这久违的关心和在乎，他已经很久没有感受过了。这个刚刚认识不到3天的男人，让他心里有莫名的感触。而家里这边，房东拿着信封来到警局，他在里面发现了维恩遗落的照片。警长通过照片上的地址推测，二人正在前往佛罗里达，而这一切也被戴尔的伏地魔父亲听到了。他领着2个傻儿子直接出发。对于维恩带戴尔私奔这事，警局已经展开了调查。听着学校里大家的叙述，警局的人都傻眼了，说什么维恩吃饭不用刀叉筷子只用手，维恩用胡萝卜捅伤过某个同学之类的。警长听完也觉得离谱，但他并不认为维恩是一个无药可救的孩子。于是他领着大黑就上路了，他决定亲自会这位硬核少年。而维恩这边下起了大雨，因为他俩都还未成年，所以无法在这个汽车旅馆开个房间。于是短发妹找到一个失足女，并给了她一些马内，让她为俩人开了一间房。可眼前的场景，俩人都尴尬了，房间里只有一张床，无奈的维恩只能睡地板。可第2天，一辆大巴驶入汽车旅馆，车上下来一群年轻人，他们准备去海边游玩，要在这里歇脚。领头的邀请二人参加派对，李恩妹爽快的答应，可维恩却生气的离开了，因为他吃了戴尔的醋。不料对方有个不怕死的少年，居然敢和维恩玩真心话大冒险。 Doing this or what? Truth or dare, I dare you to get that girly bike, break into one of them rooms upstairs, and jump her through the window into that pool. Yeah, right. I'm not fucking doing that. 这小子怂了，他认为脑回路正常的人干不出来这事，并且还用言语羞辱维恩。那维恩的拳头攥得滋滋响，多亏戴尔劝住了他。就在众人认为到此为止时，维恩从楼上飞了下来。What the fuck? 维恩又一次用行动证明了自己的硬核，众人全都吓傻了。 I think I shit my pants. 这时响声惊动了邻居，众人听到邻居报警后纷纷逃跑。说着警察就赶到，两人也连忙逃跑。他们可不能被警察抓到，因为他们被通缉的照片已经登上报纸。二人躲在角落，看几个人已经被警察抓住。二人准备快点撤离，可还是被发现了。警察顺着血迹上楼，一脚踹开了房门，在房间里找了一圈后，发现了打开的窗户。 Through the window, suspects possibly heading northbound. 警察火急火燎地跑去追逐，没想到俩人就在床里，两人迅速撤离，可他们的马内却被昨晚帮忙的失足女偷走了。无奈身无分文的两人只能继续上路。次日，身无分文的两人走在街上，小摩托也没了油，跑不动了。维恩觉得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于是他混入了招工的团队。这时来了一个老板，闻见没人动身，便自己走了过去。 Need me to do a job for you? I'm getting back out of Guito. Different kind of job. 维恩尴尬地走了回来。这时又来了一辆招工车，那老板点了几个人，当然也包括维恩。 You got tools? See. 可这愣头青刚开始工作，就给那道奇挑战者来了，一下子直接被老板一顿臭骂，接着又开始抡大锤，那一锤一锤可是相当的卖力，但却刨错了墙。老板刚要发火，多亏了大雷替他解围。 I told him to. What's that, Pepe? Because of the mole. You should be thanking this guy. 这大雷是个好人，看到只吃零食的维恩，便把自己的饭给了他，这让维恩的心里非常感动。原来大雷一伙人来自墨西哥，为了挣钱养家，他才到这里打零工。可第二天，老板将大雷一伙人带走了。维恩以为他们还有别的活要干，可从旁边的工人口中得知，这个黑心的老板专门雇佣非法移民，等到工期结束再将他们送到移民局遣返，这样就不用支付工钱。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他开着那辆道奇挑战者就追了上去。那老板一看，这他妈不是我自己的车吗？下一秒。 被一锤子逼停之后，看到维恩拿着射钉枪下车，径直来到老板面前，直接2下就给他钉在了车上。
然后掏出司机的钱包。那司机痛苦的大声嚎叫，他打开了车门，将老雷他们放了出来。几人看到眼前的景象，刚要责怪的人，而韦恩说出了实情后，他们表示十分感谢，然后就逃走了。只剩那黑心的老板在车上挂着。而在另一边，饼干妹戴尔的恶棍父亲也在追着他们。本来只是在加油站停着加油，可这时富二代开着一辆跑车到他们面前，说他什么档次的皮卡也敢别他的跑车。恶棍父亲并没有说话，只是拿着加油枪给富二代洗了个澡，接着划着一根火柴。那富二代都快吓尿了。看着富二代害怕的嘴脸，恶棍满足的把火柴塞进嘴里，然后招呼两个傻儿子继续追捕韦恩。而韦恩这边可太惨了，俩人正在捡别人吃剩的披萨。韦恩刚刚去上个厕所的功夫，学校老师组成的逃课突击小队出现，把戴尔给当学生一起抓走了。当韦恩拎着砍刀赶出来时，车已经开走了。到了学校，饼干妹还认识了新朋友，还问他有没有男朋友。这时摩托车声从走廊响起，戴尔知道自己该走了。I guess that's a fucking Wayne. 中午的时候，那两个女生找到戴尔，还邀请韦恩二人参加晚上的舞会。不出意外，这是怎么能少得了戴尔呢？于是几人来到家里挑选衣服，可韦恩对这套粉色西装并不感冒。原来就在刚刚，韦恩发现戴尔买了回程的车票，他认为戴尔已经决定要离开，不再需要自己了。说完转身就走，弄得戴尔一头雾水。晚上几人来到舞会，虽然现场气氛不错，可戴尔怎么也高兴不起来。韦恩这边来到披萨店，那店员一顿小语言输出，说爱情是需要追逐的，愣是给韦恩劝反了。换了衣服的韦恩来到了舞会，却看到有人搭讪戴尔，小拳头一下就攒紧了，上去就是一个滑跪，直接给全场人都整傻了。这时 DJ 更换了曲目，韦恩又开始蹦跶起了他的魔幻舞。看韦恩这副神态，两人终于又重归于好。原来戴尔起初并没有计划和韦恩走多远，但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他早已被眼前的人吸引。韦恩就是他向往未来的动力。就在两人情往深处走时，饼干妹的恶棍父亲领着傻儿子来了，他们不远千里终于追上了韦恩，接着就是一顿胖揍。这时舞会里的人听见了声音，刚刚被韦恩的魅力征服的人们全部出来帮忙，10多人直接围殴，俩人匆忙表达了感谢就跑路，朋友们也干了个手。走投无路的少年被佛伯勒堵在了医院。就在此刻，核磁共振突然打开，所有的金属都被磁力吸引着。见此情景的韦恩又拿出了那把锤子。佛伯勒见情况不妙，也掏出了手枪，可却被吸附到机器上。下一秒，韦恩举起了锤子。大黑见状迅速追赶，他看见了正在骑车的人，冲过去就揪了下来。Don't shoot me, bro. I got a little boy in the way. I'm gonna be a dad. Fuck! 事情要从早上说起，恶棍父亲和傻儿子们昨天被打得够呛，3个人一起住进了医院。警长这时还想出了一个计划，那就是用父亲做诱饵，利用媒体的报道说父亲的伤势过重，马上就要嗝屁。他相信看到新闻的戴尔肯定会来医院，起码会来见父亲最后一面，因为他相信这两人并不是无情无义之人。果然，韦恩看到了新闻，他最终还是告诉了戴尔。I gotta say goodbye to my dad. I'm just thinking it might be good, for you. 最终两人来到了医院，戴尔还调制了父亲最爱喝的酒，可刚进门就碰见了警察，两人慌忙之中居然躲进了停尸间。 Are those all dead? Excuse me, are you guys dead? Yep, they're fucking dead. 这时外面传来声音，两人情急之下躲进了停尸车。这孤男寡女共处一车，刚要发生点啥，车就被推走了。饼干妹趁机钻了出来，并来到了父亲的病房。可眼前的父亲并没什么事，这一切只是一个圈套。知道真相的二人刚要逃跑，就被警长拦住了。然后韦恩就用铁锤教他做人。成功脱逃的二人搭上一辆货车继续赶路。韦恩买了一瓶说是最好喝的咖啡，结果当场就吐了出来。那车主出来就破口大骂，并命令他马上弄干净。面对男人的羞辱，虽然韦恩握紧了拳头，可他还是拿起了车刷，擦干了车上的污渍。戴尔好奇，硬和韦恩怎么这就怂了？原来眼前的跑车是父亲留给韦恩的遗物，可却被母亲开走，还混蛋继父的儿子牙签哥霸占。现在韦恩并不想让他得知此事，他一路跟着牙签哥来到了据点。他随手拿了几瓶啤酒走到了牙签哥的面前，当着他的面踩爆了2瓶啤酒。 Yo, what you doing out beers, homie? 就这样一脚接着一脚。这时牙签哥不干了，马上喊出了打手。可面对强壮的打手，韦恩根本没放在眼里，结结实实的挨了一拳后立马起身。 I never dropped your beer. 连那牙签哥都看傻了，
这时一个女人出现，可女人看到维恩后也吓了一跳。You look just like your father. 原来女人就是维恩的母亲。饭桌上，维恩说出了父亲的死讯，而母亲只是简单的祷告后又恢复了正常。牙签哥还故意气维恩，维恩直接一餐盘过去，可一眨眼，牙签哥还好端端的坐着。原来一切都是他的想象。经过了这么久，维恩已经逐渐开始控制自己的脾气。不仅如此，牙签哥还显摆了一下自己的跑车，并且俩人一唱一和羞辱了维恩一番。回到屋内，母亲找出了维恩儿时的照片，并带他到商场挑选了衣服。眼前的一切是他10多年来从未感受过的。虽然当年母亲抛弃了他，可一旦抓住他，实在不想放手。回到家里后，戴尔提议抓紧偷车离开，可维恩却犹豫。戴尔瞬间感觉自己被耍，直接摔门离去。维恩看着眼前的照片，不知该作何选择。继父这边也给了母亲2条路，要不就让维恩走，要不就母子俩一起走。次日，母亲找到了维恩，并且跟他说让他离开，还说自己前夫的不好。维恩从小被父亲养大，怎么可能不知道父亲的情况？这次他没有收敛自己的情绪，将屋子里砸得稀巴烂。他知道自己又一次被母亲抛弃了，然后气愤地离开，并且他没有忘记此行的目的，那就是眼前父亲的跑车。他打开车门，发现了钥匙，可牙签哥早就等候多时了。继父一拳将维恩打晕，并将维恩吊了起来。而戴尔这边遇到了前来寻找维恩的校长和小黑，通过小黑口中得知，原来从小到大维恩一直在戴尔身边，默默地守护着他，让他远离危险和伤害，而且命运又鬼使神差一般让两人相遇。听到这些，饼干妹激动得说不出话，她立马就要回到维恩身边。而维恩这边，继父正拿着喷火枪比比划划，突然外面传来了声音，原来是警长赶到，他们表示正在寻找维恩。那继父也没藏着掖着， He's hanging around here somewhere. 说完拉开了仓库的门，然后父子俩用铁锤威胁着警长就进了仓库，但他们没想到自己惹了个不该惹的人。这警长面对罪犯根本不屑于用枪，为了不弄脏自己的一身名牌，先将皮鞋放在了一边，眼前的罪犯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接着警长脱下衬衫，给那罪犯下猛了。原来多年前，警长在泰国被陷害入狱，并关进了那里最残酷的监狱撒旦之吻，他经历了无数次厮杀才逃出升天。接着就给维恩继父一顿小泰拳，一招十字步将他损住，然后维恩一脚结束了战斗。最终警长将维恩带回了警局，而牙签哥这边却放出了野生动物，这些动物都具有很强的攻击性。一时间报警电话声音四起，所有警察出警抓捕动物，只留了一个人守家。这时牙签哥趁虚而入，一个话筒就给警察干趴下了，然后他就看到了被铐住的维恩，大战一触即发，他站在桌子上给维恩一顿锤，可维恩一拳就给他干了下去，然后找到钥匙解开了手铐，把这东西当成只虎立马迎战。牙签哥推倒柜子，将维恩压在了下面，然后居然有了惊人的发现，他拿出一把 AK 就要补了维恩。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是戴尔赶到救援。可柜子太重，根本无法移开。就在此时，牙签哥又站了起来，他掐住了饼干妹的脖子，而维恩则看见了自己的法宝。What are you trying to say? Suck on Wayne's hammer, you hillbilly motherfucker! Huh? 原来为了救饼干妹，维恩竟然折断了自己的手臂，挣脱了柜子，然后两人开着跑车逃跑。在路上，维恩终于说出了心里的话。原来是饼干妹的恶棍父亲来了，他不仅带走了饼干妹，还用刀割破了维恩的鼻子，以报那伏地魔之仇。然后几人便离开了，最终维恩被关进了监狱。以上是维恩第1季的全部剧情，明显故事还没有结束，但第2季一直遥遥无期，影片内容十分有限。如果你喜欢追剧又没有时间，那不妨订阅点赞，接下来会有更多一口气剧集解说。我是约翰，我们下期再见。